嘿，那就是 Ace。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一次外掛玩家打的一場比賽。那這部素材是在這個直播期間打的。那當時我遇到這個玩家的時候，也不知道他是誰。那然後有一些觀眾在我的 chat room 裡面跟我說，誒，他好像是那個 Low Cash DT。對，就是那個，如果大家記得的話，我之前有一部影片是很詳細的展示了 Low Cash DT 在這個舊版競技場裡面怎麼用一些很惡心、很 toxic 的打法，在一個競技場裡面惡心敵人了。對，那個就是我們熟悉的 Low Cash DT， 一個很 toxic， 全遊戲最 toxic 的玩家。那這次我就會在這個新版競技場裡面跟他再來打一次，究竟這個新版競技場它的威力到底是怎樣，而且他究竟還有沒有開外掛？對，那因為眾所周知新版這一場已經都多了這個電圈系統，那他的那個怪盜究竟還能不能拿出當時的那個 toxic 打法的一個實力了？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Low Cash DT。究竟能不能拿出以前實力的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差不多，我說是尾聲吧。那很明顯他一開始是拿出這個功夫熊貓。那這邊的話，我直接開了個屁股把它抓住。那看起來他那件衣服好像不是，對，他那件衣服是441的，還以為不是。那但是他換了就是是沒用的。那因為他的這個賬號好像是沒有 CD， 就是他的技能應該沒那麼快。那這邊的第二回又是一開始他先用這個功夫熊貓，那但是你看起來好像，那好像是沒有用外掛，是不是？就是看起來平平無奇，就是一個普通的功夫熊貓的玩家。那但是我把這個素材重複看了幾遍之後，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大家記得留意一點，就是他的那個防禦的時間。對，因為我發現他對我 Alpha 的那個防禦基本上是說到100%的人把我 Alpha 的那些攻擊全都防下來。那但是我可能想說，會不會是這個玩家其實臥虎藏龍，是一個隱藏的高手？那位眾所周知可以把我 Alpha 擋下來的玩家，是把我 Alpha 全部攻擊擋下來的玩家，在這個伺服器寥寥無幾。那他既然可以做到這個完完全全的擋下來的攻擊，那這邊我先留個伏線那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他防禦的那個時間。對了，這邊的話迎了這個怪盜了，那這邊就可以開始跟大家展示他的怪盜究竟現在實力是如何。那這邊他繼續 ，OK， 這邊抓到，那這邊可以看得出的是他的怪盜的走位的那個位置很明顯都少了很多。那我把他抓住的幾率就真的大了非常非常之多。那現在基本上10秒之內，他換了怪盜10秒之內，我就可以把他完完全全抓住了。那这邊呢就會給他致命一擊。說實話，要我來說，怪盜如果他真的是 Low Cash DT 的話，那我可以跟大家說，他的怪盜已經在這個新版這一場是沒有任何的用處了。對，那這邊來到第3回合，那這回又是一開始先嘗試把他抓住。OK， 這邊可惜，那他來了一個反擊。哎呦，這邊呢沒想到他那個是被判定為這個倒地狀態的時候，有剛才 Peter Pan 是插不了他。我這邊嘗試再抓他，那可以發現他的那個反擊速度或是反擊反應非常非常之快。那其實也是關於他對於這個防禦的掌控所關係。OK， 這邊的話。這邊如果大家拉起來一點看，你可以看到他的功夫熊貓的防禦是完完全全超過系統所設立的時間。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如果你按緊這個防禦鍵，如果不是無限防禦的那些英雄大概只有1秒左右。那如果大家有留意他剛才的功夫熊貓防禦的時間，我還是沒有打他的情況下，他竟然是可以防禦超過1秒時間。那是意味着什麼？就是他這個功夫熊貓是沒有無限防禦的這個功能，但是它既然可以做到那個無限防禦的功能，那為什麼會這樣？那大家其實我相信大家心裡已經有一個答案了。那他是用了什麼奇怪的東西？那我相信大家也是心裡有數。對，那如果大家遇到他的話，我相信那個遊戲的檢舉鍵應該是可以幫助到你的。對，那這邊呢來到第3回的尾聲了，那這邊呢繼續嘗試把它抓住。然後接下來我會大家展示一下反主席玩家的克制方法。對，就是這樣把它變成僵屍，然後把它技能消掉。那其實這個 combo
給敵人的反應時間是非常之少。那如果他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combo 的話，或者是就算看了很多次，我相信啊，也是來不及反應的。